我们今天来试驾一下中期改款的广汽本田雅阁。这台车呢，可以说是接近神车的存在，上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依旧价格非常的坚挺，市场口碑非常的好。现在中期改款呢，做了一些小的升级和改变啊，前脸和车尾的包围件的造型有一点点优化，显得好像更符合现在的一个设计潮流了。车内呢，主要就是这块悬浮式的中控屏幕，屏占比看着呢会显得更满一点。屏幕也更符合我们2021年的一个设计水准，但其实呢，你跟诸多的造车新势力的那种超级大屏相比，它还是会显得比较保守一点。本田自己说呢，他们用的一个最新的叫做 eConnect 3.0的系统啊，其实功能也都是全的啊，有音乐、有娱乐的功能，有蓝牙、有导航啊等等，可以连接手机，可以下载自己的应用。同时呢，也会有车载互联网的功能了。只不过从界面的 UI 以及整个屏幕的尺寸上来看，它并不是走在最前沿的啊，还是要更偏传统车企的风格一些。雅阁的空间大家应该也都比较熟悉了，因为上市很长时间那台车了。总体来讲没有大的问题，因为本田一直在空间利用率方面就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这台车的空间表现呢有2个小的瑕疵，一个是前排驾驶座位右腿会经常的磕中控或者方向盘下面的这个塑料部件啊，就是调好一个正常的驾驶坐姿之后，它还是会时不时的磕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后排的中间位置，它的凸起会高一点，如果中间坐人的话不会太舒服啊。那关于雅阁，我一直都有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来买，一定要买混动的车型。它的 1.5T 啊，这个动力在同级别，你放眼望去，有 1.5T、1.8T、2.0T 啊，还有各种2.0升、2.5升自然吸气的这些动力， 1.5T 实在不是什么特别亮眼的一个配备，但是它的混动系统就是了。雅阁的这套混动可以说在业界是非常领先的，从使用的体验上来讲，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点了，无论是平顺性、动力的性能还是响应性，都是做得非常非常完善的。像这套混动的系统呢，开上去更接近一个大排量的自然吸气的感觉，它不会有涡轮增压那个非常突兀的爆发的感觉，它也不会有别的一些混动系统啊在各种模式之间切换的一种分隔感。基本上就是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所有的动作，而且处理非常线性均匀。它是2.0升的发动机。配上电机电池的组合，加上 eCVT 的变速箱，它的电池呢是布置在了后排座椅的下方，所以是不会影响到后备箱的空间的。系统的综合功率是158千瓦，今天我们有开了城区的道路，有开了高速的道路，动力都是很充沛和轻快的，所以说这套动力系统啊，基本上挑不出有什么毛病，并且呢还非常的省油和经济，这就更凸显出它的一个优势了。这台车开起来的一个综合驾驶感受也是偏舒适的一个风格，转向也是手感比较自然的，再加上底盘的滤震呢也有一定的质感，不会像曾经老的日系车那样比较单薄、比较松散。这台车至少目前在新车状态下也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它开起来的一个可以称之为缺点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静音啊，它用的是一个优客豪马的轮胎，这个轮胎的规格并不算非常的高，虽然是一个静音省油胎的取向，你从胎纹细密的胎纹可以看得出来，但表现并不是很好。我们跑高速的时候，这个胎噪还是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如果你真的买了这台车，花个3000到4000块钱左右的成本去换4条好胎，18寸的普利司通的绿鸽瓣，一个省油静音胎，或者更均衡一点，你可以去买一个米其林的皓月，稍微投资一点点，你的整个用车体验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良。这台车目前中期改款之后的具体价格还没有出来，但是跟改款之前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配置的话，性价比大家自己根据配置和价格去衡量一下。我们这一台应该是最顶配的试驾车，有座椅通风、座椅加热、抬头显示L2 的驾驶辅助，后排还有座椅加热，配的是很齐的。具体的价格呢，就参考老款的一个高配或者顶配的价格来衡量就好。那这台车我个人是认为非常值得购买的，它的产品力是非常非常强的，特别是核心的3大件。
再加上本田的口碑，本田现在的一个二手车的保值率，我觉得买这台车真的就是一个家用车不会错的选择。唯一注意一点，再提一下啊，花3000到4000块钱换4条好的轮胎，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的美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简单聊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喜欢记得分享哦。